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RBD 的频道。说到手机，我挺好奇，屏幕前的你对于手机的需求还有多大？或许很大，就像开场的女大助理一样，日常生活、学习、娱乐都离不开。或许很小，像我这种常年2个 iPad 在身边，拍摄也只用相机的人，所以一加还是挺猛的，圈住了2个截然不同的人群。那么今天来聊聊为什么选一加，依旧不读官方数据，不读专业评测，只聊双方的使用体验。第一，说基础使用。助理的基础使用场景多为刷社媒、打游戏、辅助学习、看美剧和开直播，但也正是这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使用场景，让不少手机逐渐出现卡顿的状况。可能在我浅显的认知中，消费欲降低的大环境下，手机只有变卡变慢了，才会有换手机的欲望和需求。我知道现在国内优秀的手机厂商们早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，但价格呢，确实不贵，但也没那么便宜。堆料足，研发贵，成本高，这我都能理解。所以一加的超高性价比似乎正在悄悄地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。毕竟1999人民币就可以拥有12+256的配置，2599就可以获得16+512的满配。请把真香打在公屏上。相比之下，我的基础应用场景就少了很多。打电话、回信息、视频会、传文件，似乎还停留在几年前的基础应用阶段。我知道有朋友会问，像你们这种媒体圈、科技圈、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家伙们，怎么会对手机的使用还停留在一个基础通讯工具的阶段？这很好解释，拍摄用相机，剪辑调色用电脑，会议用录音笔 AI 转写，刷社媒和日常工作用 iPad，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设备去干，仅此而已。所以我们这种上山下海一出差就是1周半个月的人，对手机的要求似乎只有性价比、耐造性和续航。那么第二，说续航，小助理的应用场景中应该就是打游戏了。因为我从不涉猎游戏，所以我既不清楚也不想去分享这款 A3V 的游戏性能及游戏续航能力。但据小助理反馈，游戏时长和表现不说，电量耗尽后充电是真的快。100瓦长寿版超级闪充的加持下，5500的电池只需要一个洗漱时间即可充满。这对于我这类人来说简直是福音。没日没夜的高强度工作，随时随地更换的工作场景，万万不可切断的通讯需求，都要通过强续航和快充电来支撑。毕竟有效的沟通才是各个项目推进的基础。没电了，充个10分8分，真的彻底告别墙体人，确实舒服。我从低口电池告别相机电量焦虑，走到一加让我告别手机电量焦虑，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进步。第三，说说影像能力和 AI 加持。官方信息 ，A3V 搭载索尼5000万主摄，支持光学防抖等等。然而这在我看来不重要，因为多年前我已经看过 Cloud 在国外用一加手机拍大片的各种场景，上天下海，穿越沙漠，各种手机拍摄方案，各种创意。但那是一加当年的主力机型，所以今天如果纯玩影像，我推荐依旧去看今年的主力机型一加12。那么回到这部 A3V 上，就只剩下助理的应用场景。据反馈，自拍和日常拍照、发社媒完全够用。AI 加持部分，我想聊的是影像中的 AI 加持。这个功能我不太确定有多少朋友很早就知道，或者又有多少朋友是刚刚知道。就是一键消除。假期旅行人山人海，背景杂乱，走过路过的人闯入你的镜头，不想被人看到身后的隐私空间，都可以用这个功能来实现。起码在我们看来，一加给到这个功能，已经不用让各位妹子再去各大修图软件 APP 开会员，又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使用操作。最后聊聊适合哪些人群，首推学生党。无论有钱没钱，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不讨论，这部手机该有的都有，还有扎实的性价比，学生党首选。同推打工人。关于上班的事儿我不想多聊，那么多打工人的热搜都在，所以如果恰好想换手机了，又不想动辄上万块的换，不妨放下那颗高傲的心，看看这款真够用。最后，各行业专业领域的从业者，手机的功能基本已经世界大同，多数朋友对手机的应用也只是大同中的重合部分，所以如果使用内容相同的情况下，2000块和1万块的差别，除了一丝的虚荣心，还剩下什么？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们喜欢小助理美少女装饰，可以把喜欢打在公屏上。关于一加 A3V，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见。